今天早上，融创跌了超过20%，其他的内房股也跌了很多。很多的网友来问我，去爸爸，融创怎么看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内房股，特别是融创的看法。那就算你对融创或者内房股不感兴趣，也记得留着，因为像每一次一样，我都会是通过一两个股票的分析，带出如何可以提升我们对投资的认知，累积经验，提升我们的长线的回报啊！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中，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每一次的视频的上载了啊！那没有看融创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另外一个内房股富力地产啊。富力地产在前几天已经有公告，第一个它预计盈利呢会有亏损，大约有80亿的亏损啊。给的理由就是第一个销售下降了，第二个毛利减少了，第三个呢还有一些投资要拨备要批账啊，所以整体来说是亏损80亿。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预料到，在亏损的情况下，它所派发的股息也会取消掉啊，这个对股价可能会是不好的。那当然这个消息也已经在事先我们已经预计到了，所以很大的程度已经消化在它的股价里了啊。第二个呢，他说了，本来3月31号要公布的业绩报告，因为它的审计还没做完，所以要延迟。这个当然也是对股价是不好的一个消息，因为投资者不喜欢不明朗的事情，特别是你延迟了公布业绩，那这些投资者在这段时间内有这么不明朗的因素，他们会胡思乱想，会猜测最坏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啊？那对股价也会不利的啊。所以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它的股价呢是连跌了2天，今天呢也跌了6% 啊。那当然，我个人很早的时候就投资了富力房地产。当时呢，我到广州去做培训，看到我的那个客户在富力的房地产里面，他在广州的物业投资还是不错的，所以早期我就有留意富力。后来到了它跌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还是蛮便宜的，我就买了一点富力啊。到今天是亏损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投资里面肯定有赚的，也有亏的啊，我也有亏的。那好了，说完富力，我们来看一下融创了啊。融创在昨天晚上也发布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第一个说了它会延迟业务的公告，第二个公告呢是说它的股票在4月1号会停牌，停止买卖，它又没有说什么时候会复牌。那再加上到了3月31号、4月1号的时候，正好融创会有一笔债到期。在这个时候，他正在跟债主谈判能不能延展付款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好的因素啊。所以我们看了啊，债到期能不能还钱不知道啊，业绩报告要延迟发布不好啊，停牌更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投资者是恐慌的抛售，想离场，对吧？所以今天这个股价就跌了20%，而且在现在还正在跌下去啊。那我当然也是在前一阵子有买过融创，所以也亏了不少的钱了啊。那唯一一个可以给大家一点点信心的，就是他的大股东呢，前几天再一次押上了自己的全副身家，来保证对以后的一些债务take a personal guarantee， 有个人的保证我觉得这个还是大股东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小股民还能分散投资就算在融创里面输了钱，在其他的股票里还可以赚回来。但是大股东的话，把全副身家押注在一个公司里面相对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那大家看到七爸爸也不是每一个投资都赚钱的，在内房里面呢，暂时在这个当下我是亏了不少钱，对吧？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投资股票的话，赚了钱要庆祝，输了钱要学习。为什么这样说呢？赚了钱如果不庆祝的话，那只是一个数字的游戏，对吧？我们除了投资要有回报之外，
也是要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精彩啊。所以在股票里面赚了的钱，一定要拿一部分出来庆祝一下，吃顿好饭，带家里人去一起庆祝啊。输了钱怎么办呢？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学习，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自己错在哪里，下一次就能提升我们的投资回报。投资是个长跑，就算今天亏损了，以后也可以赚回来。那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学习，千万不要只看着短暂的赚了还是亏了啊！特别是亏了之后来问，哎呀，跌了怎么办呢？怀疑人生啊，痛不欲生啊，甚至开个玩笑上 IFC， 千万不要这样。相反来说呢，我们现在的焦点也不要在要不要捞底啊，会不会涨回来啊？短暂的赚和亏都是小事情。那记得投资是个长跑。投资的话，也不要在中途放弃啊，也不要急着冲刺，冲100米之后没气了，不能跑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情绪管理，千万不要太过焦虑。如果需要的话，暂时不看股票，让自己放松一下，关注在学习当中，而不是在赚了亏了、股价涨了跌了方面啊。那第3点，我们要认识到投资股票，它的回报要比投资债券要高，要比放钱在银行里要高，对吧？这个高的回报背后当然有高的风险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投资涉及到风险。风险呢有好多种，其中有一种是没有学过股票的人乱来，就像一个不懂开车的人去开车子，肯定会出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不是车子不好，是那个没有学过驾驶的人去开车子的风险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学好股票去炒股票的话，这个是很大的风险，基本上是一定会亏钱的。那就是我经常说的，要投资先求知。那好了，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另外一种的风险，叫系统性的风险，就是无可避免的风险啊。那投资股票的风险要比债券和放钱在银行里要多，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一家公司要倒闭了清盘的话，那债主会先拿钱再到股东分钱，所以债主的风险要比股东少，这就是所谓的系统的风险。第二个当然也有行业的风险和个别公司的风险，因为一个股价是牵涉到这家公司未来的盈利状况，但是未来是充满了不确定、不明朗的因素，我们很难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未来有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坏消息发生的话，这个股价就会跌下来。当然也有意料不到的好消息发生了，这股价就会上去，所以股价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它的波动程度相对要比债券要大当然要比放在银行里要大很多。所以呢，既然我们投资股票，我们的预期长线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和放钱在银行里高，那我们就要做好打算，承受的风险也要多。就像香港人说，食得鹹魚抵得渴，你既然要吃鹹魚，那肯定会口干，你既然要投资股票，那肯定股价就会更波动希望股价波动，心情不要波动。那最后呢，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就算怎么看好一只股票，千万不要孤注一掷 all in， 把所有的财富压放在一只股票里面，记得要分散投资既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通过分散投资，就算任何一只股票投资失利了，亏了很多钱，那也不会让我们人生崩溃比如说内房股，除了融创和富力我投资了亏了本，我也有一些投资是赚了钱了，比如说我还投资了越秀房地产看回当时我分析的内房股里面，我把内房股分成3个类别，一个是基本上会倒闭的，那是绝对不要碰。第二个就像融创、富力这样，我估计它有机会会倒闭，股价会非常的波动，但是股票还是看来好便宜当然这个当时的好便宜到现在是更加便宜了 OK， 会不会以后再更加便宜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第3类呢，是我觉得在这个内房的岩洞里面，他们还有财力和能力去收购人家的很贱的资产，在这个岩洞里面得益的
股票，越秀是其中一个啊，所以我在越秀里面也有赚回一点钱啊。当然我还有其他的股票也是赚到了钱，来弥补在富力和融创里面我亏损的。那回到了融创啊，我估计这个股价会在3月31号，在它要停牌前的一天，特别是在下午收市之前，它的股价有机会会进一步的下跌，甚至是崩盘式的下跌，因为很多的人不知道它停牌要停多久，会在这个 deadline 使期之前恐慌性的抛售。如果这个发生的话，那当然它的股价会进一步的下跌。那至于到底在很低很低的价格里面值不值得去捞底呢？那我只能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大家最恐惧的时候，股价也有可能是最低的。就像上一次融创的股价跌到了3块楼下，然后反弹的时候，也在短短的2天之内，它的股价超过了1倍啊！但是大家记得，高回报背后一定有高风险，真的有机会融创到最后倒闭，股价变成0，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啊？所以做好风险管理，分散投资，不要让任何一个投资的损失使到你 game over 啊，在中途离场。所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投资是一个长跑，我们要关注在学习，短期的亏损可能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我们能学到的话啊。著名的股神曹仁超曾经说过，如果在30岁以前能够输清光2次是件好事，那我很幸运，我当年在97年和00年的时候真的输清光过2次，学到了很多东西，使到我之后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都赚了超过1亿的利润啊！希望今天的分享也为你的未来投资回报打好基础，祝福你未来的投资也能赚到盘满钵满。如果你在今天的视频收到价值的话，请你点赞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受益，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们下次再见。